有一种天体自己不发光，却能让旁边的恒星暴露它的位置。有一种边界，你只要越过去，连光都没有回头路。今晚我们先从一个离我们相对最近的黑洞说起，它叫 Gaia BH1， 位于银河系里，距离地球大约1560光年。这个距离听起来已经远到没有画面感，可放在银河系里，它几乎可以算是太阳系附近的邻居。它不是那种正在疯狂吞噬物质，把周围照得发亮的黑洞，而是一个安静到差点被忽略的黑洞。2022年前后，科学家在分析欧洲空间局 Gaia 任务的数据时，发现一颗普通恒星的运动不太对劲，它像是在绕着某个看不见的东西转，可那个东西不发光，也不像普通恒星那样留下明确痕迹。后来，科学家确认，这个看不见的对象就是恒星质量黑洞 Gaia BH1， 它大约有 9.6 个太阳质量，却被压缩在极小的空间里。黑洞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像吸尘器一样把整个宇宙吸进去，黑洞没有那么夸张，它也要遵守引力规律。真正反常识的是，它有一条边界，叫事件世界。只要进入这条边界，任何东西，包括光，都无法再逃出来。对于 Gaia BH1 来说，它的事件世界直径大约只有50多公里，你从广州开到深圳的距离都比它宽得多。可就在这么小的尺度里，藏着接近10个太阳的质量。更奇怪的是， Gaia BH1 很安静，它没有明亮的吸积盘，没有明显的喷流，也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那样到处吞噬。我们之所以知道它在那里，是因为它旁边的恒星被某个看不见的引力源牵着走。这个画面很像夜里有人拉着一根看不见的绳子，你看不到绳子另一端的人，但你能看到被牵动的东西。从这里开始，我们会发现黑洞不是只有一种，恒星死亡后留下的黑洞只是最常见的一类。再往小看，有理论上的微型黑洞；再往古老处看，有可能诞生在宇宙最早时刻的原初黑洞；再往大看，有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质量可以达到太阳的几百万倍、几十亿倍，甚至更夸张。再往理论深处走，还有施瓦西黑洞、克尔黑洞、白洞、火墙黑洞、毛球黑洞、超极端黑洞。越往后，越像宇宙在提醒我们，人类对黑洞的理解还远没有走到尽头。但黑洞这个想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来自现代望远镜。时间往回推到1783年，英国约克郡有一位牧师兼科学家，名叫约翰·米歇尔。他在思考一个很大胆的问题：如果一颗恒星巨大到连光都逃不出去，那它会变成什么？在牛顿力学的框架下，他提出了一种暗星的概念。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黑洞，但已经抓住了一个核心：当逃逸速度超过光速时，光也无法离开。这个想法在当时没有真正改变天文学，它像一颗被放进抽屉里的种子，沉睡了很久。后来，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时空不再是舞台背景，而会被质量弯曲。1916年，卡尔施瓦西在爱因斯坦方程基础上给出了一个精确解，第一次从数学上描述了一个不旋转、不带电、球对称黑洞周围的时空结构。那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人类却已经用纸笔摸到了黑洞的边缘。到了20世纪，人们才开始真正寻找黑洞的证据。天鹅座 X1 就是最早被广泛接受的黑洞候选体之一。它距离地球大约7000光年左右，是一个强烈的 X 射线源，和一颗巨大恒星组成双星系统。我们看不到那个致密天体本身，却能看到它从伴星那里夺取物质。物质在落向黑洞之前，会绕着它高速旋转、摩擦升温，
释放出强烈的 X 射线，黑洞就这样借着周围物质的光，把自己的存在暴露出来。这也是黑洞研究里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黑洞本身不能被普通方式直接看见，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它对周围世界造成的影响。恒星被它拖着绕行，气体被它加热发光，光线被它弯曲，引力波从黑洞并合中传来。黑洞像一个不说话的人站在黑暗里，但他脚下的地板、周围的影子、远处传来的震动，都在告诉我们，它确实在那里。现在，我们先把黑洞最基础的结构讲清楚。一个普通恒星质量黑洞，通常来自大质量恒星生命尽头的坍缩。当一颗足够巨大的恒星耗尽核燃料，内部向外顶住引力的压力不够了，核心会急剧坍缩。外层物质可能在超新星爆发中被抛向太空，核心如果足够重，就可能继续坍缩成黑洞。黑洞中心按照经典广义相对论的描述是起点，那里密度趋向无限大，现有物理定律失去正常意义。我们不能把它想象成一个真正能被肉眼观察的小球，因为起点更像是理论告诉我们，这里的数学已经走到极端，现有理论需要更深的量子引力来接上。起点外面是事件世界，事件世界不是一层玻璃，也不是一堵墙，它只是时空里的一个边界。在这条边界以内，逃逸速度超过光速，你不需要撞上什么东西，也不一定会在那一瞬间感觉到表面。但从外部宇宙看，一旦进入事件世界，你的信息就再也不能传回来了。事件世界周围还有我们在黑洞照片里看到的黑暗区域，也就是黑洞阴影。它不是黑洞的实体表面，而是强引力弯曲光线后形成的视觉结果。光在黑洞附近被扭曲、绕行、捕获，最终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央发暗、周围发亮的结构。很多黑洞周围还会有吸积盘，吸积盘是一圈被黑洞引力捕获的气体、尘埃和等离子体，它们不是直直掉下去，而是在落入黑洞之前绕着黑洞高速旋转。速度越快，摩擦和磁场活动越剧烈，温度越高，能释放出可见光、紫外线、X 射线，甚至更高能的辐射。黑洞本身可以极冷，但它周围的物质可以热到数百万度。有些黑洞还会把能量以喷流的形式喷向两极。这里有一个容易误会的地方，喷流不是从事件世界里面射出来的，进入事件世界的东西出不来。喷流一般来自黑洞外部的吸积盘和磁场结构，带电粒子沿着黑洞自转轴附近被加速，几乎以光速冲向宇宙深处。某些喷流可以延伸几十万光年，尺度比一个星系还要夸张。如果一束强大的相对论喷流正好扫过一颗行星，那不会是漂亮的天文奇观，而会是灾难级别的高能辐射冲击。它可能剥离大气，破坏生物分子，让一个原本温和的世界变成不适合生命的地方。好在这样的事件需要非常特殊的方向和距离条件，太阳系并没有处在这种危险场景里。再往里，还有一个概念叫光子球。光子球不是普通固体球面，而是光在极端弯曲时空里可以短暂绕行的区域。对不旋转的黑洞来说，它位于事件世界外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里最极端的弯道。光线在这里被引力拽得几乎绕着黑洞跑圈。黑洞照片里那圈发亮结构和吸积盘发出的光被弯曲后形成的影像有关。讲到这里，黑洞看起来好像结构很简单，起点、事件世界、吸积盘、喷流、光子球、黑洞阴影。可真正奇怪的地方在于，理论上黑洞的大小范围几乎可以从极小到极大，小到可能只在粒子碰撞里一闪而过，
大到可以压在星系中心，影响亿万颗恒星的命运。先从最小的说起，微型黑洞、大型强子对撞机启动时，社会上曾经出现过一种担心：这么高能的粒子碰撞，会不会在地球上制造一个黑洞，然后把地球吞掉？这个担心很有戏剧性，但从科学上看并不成立。即使在某些额外维度理论里，高能碰撞有可能产生极其微小的量子黑洞，它们也会因为霍金辐射在极短时间内蒸发，寿命短到难以直接证明它曾经存在。霍金辐射是黑洞研究里最漂亮也最难理解的想法之一。斯蒂芬·霍金提出，由于事件世界附近的量子效应，黑洞并不是绝对永恒的，它会以极其缓慢的方式失去能量和质量。对于恒星质量黑洞和超大质量黑洞来说，这个过程慢得远远超过今天宇宙的年龄。所以你不用想象它们像热水一样很快蒸干，但对于极小的黑洞，蒸发就可能非常快。然后是原初黑洞。普通黑洞来自恒星坍缩，可原初黑洞如果存在，可能诞生在宇宙大爆炸之后极早的时刻。那时候宇宙极端炽热，极端致密，如果某些区域密度波动足够大，就可能直接坍缩成黑洞。它们不需要等第一代恒星出生，也不需要等恒星死亡，它们像宇宙婴儿时期留下的黑色化石。原初黑洞目前仍属于理论假说，尚未被确认发现。它们可能很小，也可能相当大。有些极小的原初黑洞，如果真的存在，可能已经通过霍金辐射蒸发掉了。质量更大的，则有可能一直存活到今天。甚至有人提出过一种大胆设想：太阳系外围某些天体轨道异常，是否可能与一个小型原初黑洞有关？但这只是一种假说，不是已经确认的事实。我们可以把它当成科学探索的岔路口，而不是结论。再往上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恒星质量黑洞 Gaia、BH1、天鹅座 X1 都属于这一类。它们的质量通常是太阳的数倍到数十倍。它们不是宇宙里最大的黑洞，却可能是数量最庞大的一类。银河系里可能有大量这样的黑洞，有些在双星系统里暴露自己，有些安静地飘在黑暗中，几乎不被我们看见。恒星质量黑洞很适合拿来理解尺度。一个太阳质量黑洞的施瓦西半径大约3公里，也就是说，如果把太阳压缩到半径约3公里以内，它才会变成黑洞。现实中的太阳不会这样死亡，因为它质量不够。但这个尺度感很重要。黑洞不是因为物质多就一定形成，而是因为质量被压进了足够小的半径。恒星质量黑洞再往上，有一类长期让科学家头疼的对象，叫中等质量黑洞。它们的质量可能在太阳的几百倍到几十万倍之间。问题是它们很难找。恒星坍缩通常造不出这么大的黑洞，而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又大得多。中等质量黑洞就像黑洞家族里一段失踪的台阶。近些年，科学家在半人马座欧米伽星团中心发现了很有力的中等质量黑洞候选证据。通过长期追踪恒星运动，研究人员推测那里可能存在一个大约8200个太阳质量的黑洞。这个质量太大，不像单颗恒星死亡就能留下，但它又远小于星系中心那些几百万、几十亿太阳质量的怪物。它可能是黑洞成长过程中的中间样本，也可能是被银河系吞并的小星系核心遗留下来的痕迹。再往上就是超大质量黑洞，许多大型星系中心都存在这样的黑洞。我们银河系中心的射手座 A， 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0多万倍，距离地球约26000光年。它很大，但在超大质量黑洞里还算温和，
真正夸张的是 M87 星系中心的 M87， 质量约为太阳的65亿倍，距离我们约5500万光年。2017年，事件世界望远镜把分布在全球的射电望远镜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接近地球尺度的虚拟望远镜。它要看的不是黑洞本体，而是黑洞周围被加热的物质和由强引力造成的黑洞阴影。2019年，人类第一次看到了黑洞阴影的图像，那就是 M87。画面中间是暗的，周围是一圈不均匀的亮环。那不是科幻电影的截图，而是人类用整个地球当望远镜换来的证据。2022年，事件世界望远镜又公布了银河系中心射手座 A 的图像，它比 M87 小得多，周围物质变化更快，拍摄和重建难度也更高。可它带来的意义很特别，我们终于把几十年来通过恒星轨道推断出的银河系中心黑洞和事件世界尺度附近的图像联系了起来。它不是遥远星系里的传说，而是我们自己银河系中央的真实天体。超大质量黑洞继续往上，还有所谓的特大质量黑洞，通常指质量超过太阳100亿倍的黑洞。TON 618常被拿来举例，它的质量估计可达太阳的数百亿倍。还有一些星系团中心的极端黑洞候选体，质量估计甚至更高。不过越到这种尺度，测量越困难，不同方法得到的估计也可能有很大不确定性。再往理论上走，有人提出极其巨大黑洞的分类，用来描述质量超过太阳1000亿倍的黑洞。这个级别已经接近我们理解中黑洞成长的上限，因为黑洞不是想长多大就能长多大，它要吞噬物质、并合、吸积，还要受到宇宙年龄、周围气体供应、辐射反馈等限制。一个黑洞太亮、太活跃时，它释放出的能量反过来会把周围气体吹走，让自己没那么容易继续长胖。到这里为止，我们讲的大部分还和观测有关。接下来台本进入最奇怪的一段，一批更偏理论的黑洞。这里一定要分清楚，理论模型不等于已经被发现，它们有些是广义相对论的精确解，有些来自量子引力或弦理论，有些更像为了理解黑洞悖论而提出的思想实验。它们的重要性不在于我们已经拍到了它们，而在于它们帮人类试探物理定律的边界。第一种是施瓦西黑洞，它不旋转也不带电，是最干净最理想化的黑洞模型。现实宇宙里的黑洞几乎一定会旋转，因为恒星、气体、云、星系本身都有角动量，真正完全不转的黑洞很难自然形成。但施瓦西黑洞非常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理解事件世界、起点和黑洞半径。第二种是赖斯纳诺德斯特伦黑洞，它不旋转但带电，听起来好像只是加了一个属性，可在相对论方程里，电荷会改变黑洞的内部结构。不过现实宇宙中，大型黑洞很难长期保留大量静电荷，因为周围等离子体会很快把电荷中和，所以这种黑洞更多是理论模型。第三种是克尔黑洞，它旋转但整体不带静电荷，这反而更接近真实宇宙。黑洞一旦旋转，时空就不只是被压弯，还会被拖着一起转，这叫参考系拖曳。克尔黑洞外面有一个特殊区域叫能层，在那里时空被拖拽到连静止都变得不可能。理论上，物质可以从旋转黑洞的能量中提取能量，这也是黑洞喷流研究里的关键方向之一。第四种是克尔纽曼黑洞，它既旋转又带电，它把质量、自转、电荷3个属性都放进同一个模型里。
从数学上看很完整，从天体物理上看却不一定常见。因为现实黑洞可能旋转，但很难长期保持显著静电荷。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理论工具箱里更完整的一把钥匙。然后是毛球黑洞，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不严肃，但它来自弦理论中的一种想法。传统黑洞有事件、世界和起点，信息一旦落入黑洞，似乎就会带来信息悖论。毛球模型试图把黑洞内部改写成由弦的复杂量子态组成的毛茸茸的结构，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光滑事件世界和中心起点。它不是已经观测到的天体，而是一种试图解决黑洞信息问题的理论方案。还有一种想法来自环量子引力等方向，黑洞坍缩到极端时，也许不会走向真正无限密度的起点，而会因为量子引力效应发生反弹，坍缩停止，然后转入扩张。某些模型甚至想象黑洞内部可能连接到一个新宇宙，这个画面很震撼，但它离可验证的观测还很远。我们讲它时，最好把它放在理论探索里，而不是当成已经发生在宇宙某处的事实。再比如引力星，也叫 Gravastar， 它是一种黑洞替代模型，外表看起来可能很像黑洞，但内部不是起点，而是某种由真空能或暗能量支撑的结构，外层像壳一样包裹。它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如果未来观测发现某些极端致密天体和黑洞预言有微小差异，我们也许需要考虑黑洞以外的可能性。不过到目前为止，黑洞模型仍然是解释大量观测最成功的框架。还有规则黑洞，也有人称作正则黑洞，它看起来像黑洞，有事件世界，但没有传统起点。换句话说，它试图保留黑洞外部的观测特征，同时让中心不再出现无限密度。这个想法同样与量子引力有关，因为很多物理学家相信，真正的自然界可能不允许无限密度这种东西存在。所谓起点，可能只是现有理论失效的标志。再往奇怪处走，就是白洞。白洞可以粗略理解成黑洞的时间繁衍，黑洞只进不出，白洞只出不进，它会不断向外喷出物质和能量，外部的东西却不能进入它。白洞在数学上可以作为某些相对论解的一部分出现，但在现实宇宙中，我们没有可靠证据证明白洞存在，它还会带来非常棘手的热力学和因果问题。所以白洞很适合作为思想实验，却不能讲成天文学已经发现的天体。还有火墙黑洞，火墙不是一种已经被拍到的黑洞类型，而是围绕黑洞信息悖论提出的一种激进设想。按照广义相对论，一个自由下落的观察者穿过足够大的黑洞事件世界时，局部并不会立刻撞上一堵墙。但在量子信息的推理里，为了避免信息悖论，有人提出事件世界附近也许会出现高能粒子构成的火墙。如果它存在，穿过事件世界就不再平静，而会被极高能量摧毁。这个想法争议很大，正因为争议大，它才重要。最后就是超极端黑洞，严格说，它更接近一种理论边界，而不是我们已经发现的真实黑洞。普通带电或旋转黑洞有事件世界遮住内部起点，可是如果一个黑洞旋转太快，或者电荷太大，超过了形成事件世界所允许的极限，那么数学上可能出现没有事件世界遮挡的起点，也就是所谓赤裸起点。赤裸起点为什么让科学家着迷？因为事件世界像一块宇宙幕布，把最极端的物理藏在后面，我们只能通过外部影响去推断里面发生了什么。如果赤裸起点真的存在，它就像幕布被掀开，人类也许能直接看到现有物理定律崩溃的地方。
那会是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热力学一起接受考验的现场。但问题也在这里，自然界可能不允许赤裸起点轻易出现。物理学里有一个想法叫宇宙审查猜想，它大意是起点通常会被事件世界隐藏起来，不让外部宇宙直接看到。这个猜想还不是最终定理，但它表达了一种直觉，宇宙也许会用事件世界把最危险的数学极端关在里面。所以越到后面，我们越要把语气放稳。Gaia BH1、天鹅座 X1、射手座 AM87， 这些是有观测证据支撑的黑洞或黑洞候选对象。微型黑洞、原初黑洞、中等质量黑洞，有些仍在寻找，有些已有强候选证据。毛球、火墙、白洞、超极端黑洞则更多处在理论和思想实验层面，它们不是胡编乱造，而是严肃物理在极端问题前给出的不同路线。黑洞之所以比我们想象的更奇怪，不是因为它们像电影里那样张着大嘴吞掉一切，而是因为它们把人类最熟悉的概念全都推到边界。空间会弯曲，时间会变慢，光会绕路，信息可能失踪，温度和熵会变成谜题，死亡的恒星会留下比一座城市还小却比太阳重很多倍的黑暗天体。而最安静的地方在于，黑洞并不需要夸张的表演。Gaia BH1 静静地待在1500多光年外，只靠一颗半星的运动告诉我们，我在这里。M87 远在5500万光年外，我们却用地球大小的望远镜看见了它的影子。射手座 A 就在银河系中心，26000光年外的群星绕着它奔跑，像在围绕一口看不见的深井。你现在再想黑洞，就不要只想一个黑色圆洞，它可以是恒星死亡后的遗骸，可以是星系中心的发动机，可以是早期宇宙留下的谜团，也可以是物理学还没解开的试卷。它小的时候可能短到一闪即逝，它大的时候可以影响整个星系的命运。它安静的时候几乎没有痕迹，它活跃的时候喷流能穿过几十万光年的宇宙空间。今晚这趟旅程从最近的 Gaia BH1 出发，经过300年前的暗星想法，穿过天鹅座 X1 的 X 射线，走到事件世界、吸积盘、喷流、光子球，再一路看见微型黑洞、原初黑洞、恒星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超大质量黑洞，最后停在白洞、火墙和超极端黑洞这些理论边界前。真正让人着迷的是，黑洞并没有把答案全部交出来，它只是把问题摆在那里。引力强到极致时，时间是什么？空间是什么？信息会不会消失？起点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理论失效的信号？也许未来某一天，我们会通过更清晰的黑洞图像、更灵敏的引力波探测、更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慢慢把这些问题拆开。如果你听到这里还没睡着，就把黑洞留在评论区。下一次再看到那张橙色光环一样的黑洞照片，你会知道，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宇宙奇观，而是人类第一次把目光伸到事件世界附近。黑洞比想象中更奇怪，也比想象中更真实。它们不只是宇宙里的黑暗角落，它们是我们理解时间、空间、引力和生命位置的一面深色镜子。